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新月背心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背心有大中小3个尺码，编织方法都相同，只是部分区域的针数和行数不同，分为前片、后片、领口、侧边和腰带。先分别编织前后片，然后编织领口。完成后，沿着前后片挑针编织侧边，最后制作腰带。先来学习前片，分为下摆、身体和领肩，采用英式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。编织时需要换线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，数每行或者每圈的针数时，就数格子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具体的针法编织时都有介绍，就不一一说明了。图解两侧的数字表示行数，正面均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从左往右看图解。注意，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先来起针，采用英式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单元宝花样。注意，视频演示的线材以及针的型号等不做参考，部分位置编织过程中需要更换针的型号，具体请参考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下面请参考视频演示。先起针，开头先预留对应长度的线，具体参考图纸。左手握住2根线，然后右手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，将线绷直。左手拿起环形针的一头，从上方穿入线的右侧，逆时针挑出一个线圈。我们将这一针当作一针下针，接着起第2针上针，先用食指带线，从针的前方绕线，再用拇指带线，从针的后方绕线，接着将食指带的线从前方放下来。可以看到针上的线圈前方有一根线横在上方，一针上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3针下针，先用拇指带线从针的后方绕线，然后食指带线从针的前方绕线，再将拇指带的线从后方放下来，一针下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上针，食指带线，拇指带线，食指的线放下来，上针起针完成。第5针起下针，拇指带线，食指带线，
拇指的线放下来。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交替起上针和下针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小样针数不做参考。起完相应针数后，将两个线头打个结收固定。如果预留的线头较长，可以留出15厘米左右后剪断即可。这样起针第一行就讲解完了。接着织起针第二行，开始以上针的方式挑下线圈不织，然后将线绕到针的下方，后面织下针，这里穿入线圈后方的一根线进行编织。重复前两针的织法，我再演示一次。这一行往后的下针都是穿入后方编织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把这一行织完。织完最后一针，起针第二行就讲解完了。继续织起针第三行，这一行织法与上一行相同。从这一行开始，往后下针都是正常编织。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第三行就织好了，起针也讲解完了。起针完成后，接着线头织第一行，小样针数随机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先织一针下针，接着一针拉针，将线放在织片前方，从右往左挑下线圈不织，然后将线自然挂在棒针上。左侧是下针，对应织下针。接着一针拉针，将线放在织片前方，
从右往左挑下线圈不织，然后将线自然挂在棒针上，继续一针下针，一针拉针，一针下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对照图纸将这一行织完。小码和大码，这里织一针下针，中码需要织2针下针。这样第一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翻转织片。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小码和大码先织一针上针，中码需要编织2针上针。接着到了拉针位置，这里对应织下针，注意将2根线一起编织。继续一针上针，将2根线一起织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织完这一行。第二行编织完成，下面织第3到5行。第3行和第5行的编织方法与第1行相同，交替编织下针和拉针。第4行的编织方法与第2行相同，上下针交替编织，下针都是在拉针位置入针。注意3个尺码首尾的针数不要织错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第3到5行编织完成，这样下摆就讲解完成了。下摆编织完成后，继续织身体。先来织第1行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全部是下针纹理，对应全部织上针。大家将剩余部分编织完成。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着织第2行，翻转织片。先织2针下针，一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往后挂在右针上，挂针完成。下面是一个盖针花样。盖针花样的编织方法是：先织3针下针，接着将第1针挑起，
盖过后方的2针。一个盖针花样编织完成。继续1针挂针，一个盖针花样，一个挂针，一个盖针花样，按照这样的规律织完这一行。最后一个盖针花样织完后，直接织1针下针，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织第3行，翻转织片。编织之前需要换线，将已编织的线称为线1，取出对应配色的线，称为线2。线1不用剪断，将线2在线1上打结，调整好位置，接线完成，然后继续编织第3行。编织方法与第1行相同，全部织上针。大家将剩余部分编织完成。这样第3行就织好了。继续织第4行。先织1针下针，一个盖针花样，接着1针挂针，一个盖针花样，大家按照1针挂针，一个盖针花样的规律，一直织完最后一个盖针花样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最后再织1针挂针，2针下针，第4行编织完成。后面剩余的部分
全部按照第1到4行的织法，每2行换一次线。换线时，拿起对应配色的线，直接编织即可。注意，线1和线2编织对应针法时，起始和结尾的针法不要织错，不然中间花样容易错位。如果中途需要接线，可以按照前面换线的方法打结接线。大家对照图纸，将身体剩余的部分织完。身体编织完成后，继续编织领肩，需要在两侧引反，形成斜肩，中间不需要挖领口，最后修针即可。请看演示。引反第1行，最后剩余3针不织，小样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下一行，翻转织片。第1针是有结的滑针，将线头放在右棒针的上方，以上针的方式挑下，拉紧线，有结的滑针完成，然后对照图纸，直接编织对应的针法。右侧第1次引反编织完成，继续织完这一行，最后剩余3针不织，这一针需要换色编织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拿起线1，这一针对应织下针，编织时调整一下线头，不要过松，也不要过紧，贴合织片即可。接着翻转织片，第1针是有结的滑针，将线放在右棒针上方，挑下这一针，然后拉紧，将线绕到针的上方，开始织上针。左侧第1次引反编织完成，继续织完这一行，最后剩余3针不织。注意，这里有结的滑针同样算作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到了对应位置，翻转织片，第1针是有结的滑针，将线放在右棒针上方，以上针的方式挑下，拉紧，然后对照图纸，直接编织对应的针法。
右侧第二次引反编织完成。继续编织对应的针法，一直织到最后还剩余4针位置。有结的划针算作1针，也就是要将这3针不织。这一针需要换色编织。到了对应位置，拿起线2，这一针对应至下针，编织时调整一下线头，完成后翻转织片。第一针是有结的划针，将线放在右棒针的上方，挑下这一针，然后拉紧，将线绕到针的上方，开始织上针。左侧第二次引反编织完成。引反时每次开头都是有结的划针，结尾都留3针不织。换线编织时结尾留4针，1针换线编织，3针不织。中间部分对照图纸编织对应的针法。每2行1次换线，换线时注意调整好线头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引反部分编织完成。引反完成后，开始销行，先将右侧部分销行，这一行全部织上针。遇到有结的划针，当做1针织上针即可。右侧销行完成。最后一行编织时，需要进行左侧销行，先编织对应花样。遇到有结的划针，当做1针织下针即可。这样，左侧销行就编织完成了，同时引反部分也编织完成。最后来修针，将线圈转移到棒针或环形针上，也可以用线穿起来。后面编织时，再将其穿到棒针上，取一段长点的线头，穿上缝针。
线1预留1米左右线头断线，用于收针；线2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，并沿着反面的纹理收好。这样领尖就讲解完成了，同时前片也讲解完成了。接着学习后片的编织，编织方法与前片类似，分为下摆、身体和领尖，采用英式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，编织时需要换线，编织一定的行数后，分别在两侧引反形成斜尖，最后与前片合并收针。使用线1收针，线2线头保留，后面继续编织领口。具体针数图纸上都有标注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视频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
下面来学习领口的编织。沿着前后片领口绕圈编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右加针。先将修针的线圈平均分配到3个棒针上。绕圈编织时，全部从右往左看图纸，直接编织图纸对应的针法即可。编织第一针和棒针交界处时，稍微拉得紧一些。第一圈还需要加针。第2到6圈的编织方法与下摆类似，都是编织单元宝花样。编织完成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下面分别为大家讲解右加针以及单螺纹的收针方法，请看演示。下针右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右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，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就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。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横线右侧织一个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。以上就是下针右加针的编织方法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。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
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单落纹收针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领口就讲解完成了。接着编织侧边，分别在背心主体两侧来回往返编织对应的针法。下面我以其中一侧为例进行演示。先来挑针，将织片正面朝上，取出线3，小样颜色随机。先将线头打个活结，下摆位置大致挑出4针，到了身体位置，可以看一下线2对应的盖针花样，距离边缘较近；线1对应的盖针花样，距离边缘稍远。在离边缘稍远的盖针花样侧边挑2针。在距离边缘较近的盖针花样侧边挑1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挑完对应的针数。具体针数图纸上都有标注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挑针完成后，开始编织对应的针法，大家对照图纸编织即可。全部编织完成后，采用扶针收针的方法进行收针，并收好线头。请看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
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1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到这里，侧边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来学习腰带，分为2个1区、1个2区，以及配件的安装。编织完成后，进行缝合，最后进行配件的安装。请看演示。先来编织1区，需要编织相同的2个，采用上下针交替的起针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单螺纹花样。编织到一定的行数后，需要在右侧进行引返，最后单螺纹收针即可。下面演示一下起针和单螺纹的编织方法，大家先学习，再对照图纸进行编织。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，
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如果是上下针交替起针，第一针起好后，这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上针，另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下针。这2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我们通常情况是将第一针算作上针，第2针起下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，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第2针下针就起好了，可以看到线在下方。接着织上针的起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过这2个线圈之间。注意，这里是线圈之间的位置，不要穿过线圈，然后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3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，可以看到线在上方。继续织下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4针，再织一针上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5针，继续交替起下针和上针，线在上方就起下针。线在下方就起上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另一种情况，将第一针算作下针，第2针就起上针。然后交替起下针和上针即可。
这个就是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。我们起针时，如果图纸上没有说明第一针算作上针还是下针，可以根据图解来确定。从左往右看图解，例如我们这里左侧第一针是下针，起针的第一针就算作下针，第二针是上针，起针的第二针就起上针，后面就是上下针交替。再例如这个图解，左侧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起的第一针就算作下针，第二针还是下针，就起一个下针，第三针是上针，就起一个上针，后面就是上下针交替。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起针后的纹理，靠后的都表示刚刚起的是上针，靠前的都表示刚刚起的是下针。我这里起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根据上方图解，可以发现起针完成后开始编织单螺纹花样，单螺纹整体上是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交替的纹理。先织第一行，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全部编织和图解相同的针法。注意，不同产品织片首尾几针的情况会有所不同，大家实际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如果首尾的情况和小样不同，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上下针的织法，再对照图解编织。小样图解第一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。编织时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将线放在中指与食指之间。织下针前，线要放在右针的下方，也就是后方。然后将右针从左往右穿入第一个线圈。注意，不是两个线圈之间。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的线圈。一个下针就织好了。第二针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。注意，上下针交替时要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，因此织上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前方，然后织上针，将右针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第三针又是下针，织下针前都要先将线放到后方，然后从左往右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下针完成。可以发现，下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一面，下方会形成辫子形状的纹理。在另一面看，这里是这样的一根横线。第四针又是上针，线放到针的前方，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上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这一面，线圈下方是横线，从后面看，线圈下方则是辫子。继续交替织一个下针和一个上针，注意每次都要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，也就是织下针前，
先将线放到后方，至上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前方。如果会看纹理，也可以根据纹理编织。靠前的线圈是下针，靠后的线圈是上针。看到下针就织下针，看到上针就织上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边缘一针，根据图解编织。现在小样第一行就织好了。如果大家不太会数行数，第一行织好后，可以在正面任意一个辫子上做一个标记，方便数行数。没有记号扣时，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同时也相当于在正面做了一个标记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需要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下针符号织上针，上针符号织下针。小样图解开头是一个下针符号，我织一个上针。注意，织上针要将线放到针的前方再织。接着是一个上针符号，织一个下针。大家也可以根据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横线，也就是上针纹理，就织上针。看到下方是辫子，也就是下针纹理，就织下针。横线织上针，辫子织下针。继续对照纹理编织，将第二行织完。边缘一针，纹理可能不明显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这样第二行就织好了。接着织第三行，同样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边缘一针，如果纹理不清楚，对照图解编织。接着全部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同的针法，横线织上针，辫子织下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最后一针同样可以看图解编织。往后每一行，无论正反面，都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
看到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上针；看到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这个就是单螺纹的编织方法。小样这里织好了几行单螺纹，我们可以在正面数一下行数。记号扣这个线圈是起针形成的，我们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一个辫子就是一行，这里是5个辫子，再加上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，因此我们这里总共织了6行。这个就是单螺纹数行数的方法。这样一区就讲解完成了。一区编织完成后，分别将一区沿着长边与后片身体侧边距离下方约10厘米处，在反面进行缝合。缝合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也可以先用记号扣将织片与侧边固定，没有记号扣的时候，可以用家里的回形针或别针代替，也可以用线标记，边试穿边调整，调整至合适的位置后再进行缝合。这里可以采用针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缝合，也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和喜好进行缝合，平整美观即可。下面提供一个针与行的缝合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再进行缝合。请看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这样一区及缝合就讲解完成了。下面编织2区，在右侧的一区上进行编织，也可根据个人习惯进行调整。请看演示。先来挑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主要学习编织方法。沿着一区的短边，大致挑出对应的针数，具体针数图纸上都有标注。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这一行算作2区的
第1行，继续织第2行。开始是划针，这里反面织划针，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从右往左挑下线圈，稍微拉紧，划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相反的针法。结尾一针织上针，第2行完成，接着织第3行。正面编织划针，将线放在针的后方，从右往左挑下线圈，划针完成。继续对照纹理织单螺纹。最后一针织下针，第3行完成。后面的行数就按照第2到3行的织法往返编织。注意正面开始划针，线放在针的后方；反面织划针，线放在针的上方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将2区编织完成。具体编织行数及长度图纸上都有标注，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完成后进行单螺纹收针，大家自行完成即可。这样2区就讲解完成了。最后进行配件的安装，分为低字扣和纽扣的安装。先来缝合低字扣，将另一侧移区的短边向内侧对折，将2个低字扣一起包裹住，再沿着重叠的织片进行缝合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，大家自行将其缝合完成。这样低字扣的安装就讲解完成了。最后进行纽扣的安装，扣眼为前片侧边花样的动眼。先根据个人穿着情况，在前片侧边标记出扣眼位置，再根据扣眼位置在2侧1区分别缝上纽扣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即可。这样纽扣的安装就讲解完成了，同时整个背心也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